果树的夏季修剪是为了促进果树明年花芽的形成，为明年的结果打下良好的基础，还能对果树上现有的果实提供营养的积累。我的剪枝方法仅限于一个业余种植爱好者的水平，仅供参考。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在自家后院中给果树做夏季修剪的经验。修剪前要消毒剪刀，预防病菌交叉感染。在夏天，当新树梢处于半木质化的程度时，就可以做夏季修剪了。夏季修剪常见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一、适当剪去一些顶端的新枝，以增强透光面积。如果您种的是苹果树的话呢，也可以参照梨树的修剪方法。二、剪去树冠内阻挡通风透光的不良枝条，增强树冠的通风透光条件，以改善果实的品质。如果您想对整棵树进行树冠的整形的话，那需要在冬天才能进行修剪。三、剪去朝下长的不结果的弱枝，剪的时候先不要贴着侧枝，如图所示，留出一小段的距离，以免伤了侧枝和预防其受病菌的感染。这段留出来的部分到了冬天大修剪的时候再剪掉。四、在结果枝条上新长出的嫩枝的远端，用手弯一下，剪在枝条已形成木质和未形成木质的交接处，目的是减少其对同枝条上果子的营养消耗。在结果的枝条上，在最上面的果子的远端留下约20厘米长的枝条，剪去多余部分。五、如结果枝上长出2个新枝，就剪去1个。六、剪掉未结果枝条上长出的新梢的嫩枝部分，留2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或者用手弯一下，剪在枝条已形成木质和未形成木质的交接处。七、新枝在尚未形成木质时，可以采取摘心方法。八、剪去长在主干上的徒长枝和弱枝，以改善果树自身的通风透光性能，强化光合作用，降低营养的无用消耗。剪的时候留出一小段的距离，以免伤了主干和预防其受到病菌感染。这段留出来的部分到了冬天大修剪的时候再剪掉。9、在第1次修剪后，等第2次树梢再次萌发，留下20厘米左右，剪去多余的部分。这样做能使枝条充分木质化，为明年的结果芽做准备。因为夏季对果树的修剪量不宜超过全树枝量的5%到10%，那剩下的新长枝则可用其他方法来解决。扭梢，将半木质的枝条在20到30厘米处，向与其生长方向相反的方向扭折。扭梢的好处是控制新梢的徒长，加强树体光合产物的积累。要注意扭梢时速度要慢，掌握好枝条的韧性程度。打圈儿可以单独
或者把邻近的2个枝头打在一起。打圈能降低生长势，改变枝条生长方向。拉枝，让新枝在外力作用的牵引下，向下或向平行方向生长，改变生长方向。拉枝的优点，能抑制枝条的生长，改善果树光照条件，加强光合作用，促进花芽的形成。拉枝的角度使侧枝和主枝呈90度到150度之间都是可行的。还有可以试一下反向拉枝，来年坐果率还是挺不错的。倒贴皮，将剥离的树皮颠倒上下位置后，再嵌入原剥离处，用嫁接的专用胶带包扎，使其慢慢的愈合。约1个月后拆除胶带。倒贴皮的好处，暂时阻止养分下运，抑制生长，促进花芽分化，以提高坐果率。切忌剪除果台复梢。从果台长出来的枝条称果台复梢，它能在最近距离满足果实的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养分。如果把它剪掉，会影响到果实的营养供给，造成果实个头小、口感差。另外，复梢长成枝后，也是明年的结果枝。如果同时从果台上长出2枝复梢，请保留1枝斜生的。这根大枝今年没有结果，且严重影响光照，但夏天不能锯掉大枝，因为在夏天树枝内的治水流动活跃，一旦锯掉大枝，容易造成伤口感染，而影响到果树的存活。通过实践，我个人最喜欢用拉枝的方法，让果树结出更多更大的果子。请看，这是平拉之后的效果。请看，这是下拉之后的效果。下期将与您分享在自家小院里种植的具有玫瑰香味的李子的收获喜悦。谢谢观看，欢迎订阅、分享、点赞。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ank you for subscribing.